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我们要带您看看国际的局势，尤其是 G20 峰会下个礼拜就要登场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哦，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是不会去了。那么是不是习近平不想见到美国总统拜登呢？现在 G20 峰会让印度总理莫迪好头痛哦，中俄元首都缺席，猴子又来搅局。那么习近平传将首次缺席，那么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给莫迪面子吗？还是就是不想见到美国总统拜登呢？印度 G20 峰会将登场，当局派人扮成猴子来驱赶猴子防闹场，他们出动了一支像这样子人扮成猴子的队伍，并树立猴形立牌。那么你看到的是，白宫就说了，拜登、习近平没有计划在 G20 会谈，11月的 APEC 可能就会会面了。不过，美国的财长耶伦下周将出席 G20 峰会，聚焦在经济跟债务重组等议题。但我们就要带你来看到的是，美中不是说关系比较和缓了吗？难道是假性融冰吗？中国外交部就说了，中美对抗啊，对两国跟世界是一场灾难，要跳出竞争对抗逻辑。北京这边就说了，反对以竞争为定义来全部美中关系，渲染竞争有百弊而无一利。美媒也报道，中美关系对竞争关注远高于合作。王文斌也回应他说，美方谈论中美关系的时候，什么都要讲竞争，仿佛竞争已经是最大主题了，甚至是全部的议题。专家就说了，中美能不能缓和军事的关系，取决于美国你什么时候要来纠正这样的错误。走过裴洛西访台风暴，美中展现默契性表演，两军似乎已经开始融冰了。环球网就说了，中国国防部证实，中美两军的高阶将领将会举行会谈。中国国防部也说，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麒麟访问斐济，会议期间会与东帝汶、新加坡、泰国、美国等代表进行交流。但是你看到了，美国刻意被留在最后一个顺位，是不是因为李尚福的制裁都还没解除，就想要让中国原谅？现在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呢？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有人就讲到了，美国你是不是热衷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怎么说呢？美国驻日大使他跑到了这个福岛，然后试吃水产，表达支持，声称如果日本把中国告上 WTO， 美国一定会支持。但现在中国的网友就说了，如果排污的不是盟友，美国绝对不会是这种态度。中国的学者就讲了，你想想，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发生在一个不是美国的盟友国家，你觉得美国会这么做吗？那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支持日本，减轻日本的压力，日本当然也会在其他地方投桃报李，谢谢着美国大哥哥了。那么日称中方是唯一反对核污水排海的国家，大陆外交部就驳斥了，颠倒是非。那么美国西方为何开始热衷扮演受害者呢？一直以列强形象横着走的美西方，到现在到哪里都是满怀受害者的委屈，好像被胁迫、被欺凌，甚至显得十分怪异和滑稽。那么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威胁。中国的国防部说了，美国与其他炒作不复存在的中国核威胁，你不如悬崖勒马，切实的先关心一下你日本核污水排海的问题。可以听到这个酸度真的是破表。我们来请教一下，叫杨教授，您怎么看这 G20 峰会？到底这习近平是不想见拜登，还是不给这莫迪面子？都有。那大概礼拜三，我想最晚礼拜四，我想北京方面就会公布习近平接下来的行程是由他本人去，还是由总理李强去当然这几天新闻都不断在吵，他有可能不去。如果他可能不去，我觉得3个理由，2个是双边关系，那就是中美、中印。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最大的因素是在金砖刚结束，而今年的金砖扩充变为11国之后呢，它已经形成一个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然后呢，要求要全球的金融秩序要改革，它很具体的提出来嘛。那这个时候你跑去G20，其实在整个氛围上并不合适。习近平这边也许认为，中印关系很清楚啦，现在中印关系这个一直都没好过。那莫迪才刚把这个上合会从本来应该实体连邀请函都发了，改为线上。中美关系那当然了，不需要在这一次你去进行任何的习拜会，那等到是不是11月份的 APEC， 我们也不确定 APEC 的这个举办在旧金山，习近平会不会去？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双方会再努力往这个方向。所以就时间点而言，中印、中美都不适合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去这个G20，如果他决定不去的话，但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个金砖。
西方国家已经失去全球南方国家的信任，而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刚好金砖的这个扩张，然后呢，中国当然是个领头羊，所以在这个时候才不到2-3个礼拜，他就去集团体。各位，你知道集团体的第一次的峰会是2008年，那个就是在2007跟2008-09年的时候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因为连 G7 都支撑不了，他就要这些开发中国家的这些比较有钱的国家，像是中国大陆、像是巴西这些国家一起来，然后呢，等于是去支持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所以集团体只不过是一个扩大版的支持美国现有秩序。那现在金砖是要完全改变这个秩序，那当然，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就稍微避一下。至于讲到这个核污水我觉得美国这个伊曼纽他当然是个政治人物了，他很希望中日之间继续的对抗，继续的吵架。美国当然就是能够去收获，尤其是日本越来越依靠美国的这个支持。但是我必须要讲，这都是虚伪、扭曲，然后呢双标的。有多少个加拿大的科学家、美国的科学家，然后呢欧洲的科学家都认为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水是不科学的。所以各位，它真的是不科学他们告诉你氚以外其他的放射性物质他们检验。第二个，不必要嘛，对不对？你为什么放到海里面？你不要讲任何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以后你碰到人家跟你辩论，为什么不能放？你为什么放海里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放海里面只要花34亿日元，如果你要把它空气蒸发，要花340亿日元；如果你要把它埋的这个混凝土，然后埋在地底下，要花1000亿日元。所以当初的决策就是从这个角度，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大海的生态的影响或周边国家，然后他做了很大的功夫去说服美国西方的国家说，这是科学的，这些国家需要日本的支持。所以呢，尤其在俄乌战争之后，所以呢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国务院自己发了声明，认为日本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各位，是要处理30年，停得下来吗？我觉得岸田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这个谴责，很快的，连尹锡悦都会受到韩国人民的谴责。这个时候，日本来说，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加上香港跟澳门在反对日本的这个进口，但是事实上连韩国都是如此啊，只不过韩国之前是说他不反对也不赞成。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其他的国家在这样子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当中才看得到有一个国家，它其实可以代表我们人类大海的生态的维护起来讲话反对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中国这个进日本的水产是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的。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厉将军。厉将军，您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中国外交部说中美对抗对于世界跟两国都没有好处，而且一定要跳出竞争这样子的逻辑，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中美他们冰冻从什么时候开始？裴洛西访台开始，然后降到最低点是什么时候？是今年2月份气球事件降到最低点，那个冰冻在那边，然后之后美国就一直想要融冰，对不对？然后派了很多大官到中国，带着吹风机去，想要把这个冰给它吹融掉，吹风机把它吹融掉。第一个，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点个名。第一个，布林肯，你觉得布林肯去中国去访问以后，虽然说见到习近平，在最后那个30分钟见到习近平，但是有收获吗？我们从这次G20里面习拜就不见面的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们就觉得说，布林肯这次去，希望能够继续巴厘岛习拜会的那种后续能够延续。那这次很明显的就希望习拜能够见面嘛。我觉得整个G20重点，人家在看的是这个，但是不见面代表布林肯那次去的这种访华行程不成功。第二个，他去的是谁呢？是气象大使凯瑞，对不对？气象大使去以后，我们回来我们检视一下，看看得到什么结果。美国继续制裁中国新疆产的太阳能的那种片。他继续制裁，不采用。他说新疆违反人权。那美国自己在干什么？继续去这个阿拉斯加那边去挖这个探勘那个能源的油料，继续违反他当初拜登竞选的时候承诺，就是不破坏北极洋的那种暖化的东西事实。第三个去的是叶伦，我特别要讲叶伦去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外就是谈美债嘛。但是我这边有个数据给大家讲6月份的时候，中国继续减持113亿的美债，创下14年来的新低，目前只有8000多亿的这个美元美债。可见的说，叶伦去那个吹风机去还是没有吹融。最后我们是前2天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去了以后，拜登结果他是去帮华为做代言人，对，帮他手机做代言人。那美国雷蒙多一走，马上他就用西藏的理由制裁中国的官员。所以我觉得说，你既然带着吹风机去，希望能够融冰，可是事实上你这冰没有融掉嘛，那谁在吹冷风呢？谁在继续吹这个冷风，让这冰继续结冻？我觉得是美国的政坛，他们里面你看啊，从气球事件，拜登也知道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党派那些政客，为了争取这种对中国来讲强硬的态度，所以不惜的对中国一直在吹冷风，让这关系降到冰点。那最后我要讲到军事方面，这是徐启林去，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你不要看了，密利那次，如果说按照这个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他的这个回忆录在一触即发里面讲，那次美国的参谋总长亲自打电话给这个李尚福说，我们美国不会攻击你，不会袭击你，如果袭击你的话，我会先打电话跟你讲。那为了什么事情呢？大家表面上面是说他打2次电话，第一次是这个美国自己总统选举之前，对不对？川普选举之前，第2次是选举之后，美国发生内乱暴动。那大家都认为说，美国会不会把这个自己国内的这些暴动转成引起对外的注意，对跟中国来讲实施宣战？其实不是。这个如果按照艾斯培所讲的，就是说怕中国误判，因为他那时候派了 B-52的轰炸机进入韩国，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发生暴动，他怕中国误判，所以亲自打了电话。那我觉得他们两个见面确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两岸之间这么兵凶战危，然后中美之间军事对抗这么强烈的状况之下，如果没有一点点的沟通的管道来讲，很容易擦枪走火，发生这个战争。这不是不管是两岸或者全世界人类所不愿意见的。我们要请教一下彬哥哦，为什么最近有人开始讲到说，好像美国好像很热衷扮演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美国扮受害者，你也要有人信呐，对不对？你的核武的数量是中国的多少倍？搞不好10倍以上啊。对，所以你在讲说中国核威胁，那你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讲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令人理解。你跟俄罗斯。而美国跟俄罗斯是现在全世界拥有核武最多的国家，你们两个数量差不多，然后中国、英国，然后法国根本落后你们一大截，所以要讲核威胁，你们的威胁最大。所以我觉得美国要去找这种东西出来，你拜托基本先把自己的逻辑搞清楚再讲。那我觉得最近发生是很多事，比如集团体这个东西，我觉得印度人有的时候思考我真的难以理解。你要去驱猴，我可以理解，你找人扮猴，请问一下什么意思？你扮了猴子，猴子就会怕吗？还是这样？还是要把猴子笑死？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你挂个牌子在那边，猴子就会怕了吗？你以为猴子有这么蠢吗？猴子看得懂字。对啊，猴子知道你们在防它吗？所以我不知道印度人的，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我搞不太懂。那这汪文斌强调说，中美之间一直强调竞争，这样很不好。其实不是啊，美国人是客气啊，美国人讲的是竞争，实际上他讲的是战争啊。美国其实一直是用对付战争的方式在对中国大陆，你不知道吗？他一直都是这样啊。他实际上美国已经根本不是把中国大陆当竞争对手，他其实就把你当作他的敌人，其实就是这样。只是美国现在当然并不想真的直接发生战争，但是他要用尽所有的方式来打压中国大陆，这是完全已经现在正在进行式的东西。那当然，为了怕真的直接发生战争，因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可能会变成核子大战。所以美国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当然希望双方有一个沟通的管道，能够在真正发生实体战争的时候冷静下来。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美国的希望，所以中国大陆一开始先是拒绝，现在慢慢恢复一点点，但是还是把美国，你看这个顺序就知道，他把你贬在最后面，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告诉你，对，我可以跟你维持联系的管道，但是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要以为有联系的管道，我就会对你客气。所以我觉得中国也很清楚知道美国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但是我觉得美国驻日大使演这个实在是太低能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绝对支持日本将中国告上 WTO。你忘记一件事吗？上次就是中国大陆把你告上 WTO 之后，结果你不接受 WTO 的裁决。美国你忘记了？那个不接受 WTO 原则的人是谁？就是你啊，就是你美国啊。所以你支持不支持有什么意义吗？是怎样？事情对你有利你就支持吗？但支持也没有用啊，因为 WTO 美国你自己亲身示范 ，WTO 的裁决是没有人可以甩他的，
不就是这样吗？所以美国人演这种猴戏真的是很难看，你去找印度扮猴子算了。休息一下之后，广告之后带您继续来讨论国际焦点。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我们要带您一起来讨论，现在拜登是不是超级头痛的呢？为什么？因为美国半导体的有案外包，越南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工程师。拜登大力推动的有案外包策略呢，一直将供应链集中在拥有相同理念的地缘政治盟友这边。在这波半导体供应链的重组下，越南明显受惠，但是外媒就直接讲了，工程师人才真的是缺到不行，是越南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最大隐忧。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雷蒙多施压中国，连美企都不干了，拜登投资禁令压力山大。雷蒙多访华期间，中国贸促会对拜登刚签署的对外投资禁令进行了回应，表示说这个禁令有意曲解中国企业正常跨境融资跟经营活动。同时，在美国呢，芯片的制造商们也纷纷的发声反对拜登政府收紧出口管制。辉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也反对美国政府这样子的投资禁令。不过，现在我们带你看到的是，过去被美国针对的华为，现在是王者归来了吗？华为上半年的营收1.3兆，净利218%。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说了，中国财经媒体报道汇总，华为正式披露半年报，那么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之多。那么华为逆袭成功对雷蒙多示威，在雷蒙多访华期间，华为日前突然异常低调的方式宣布开售 Mate 60 Pro 手机，多少是不是有一点点示威的意味呢？环时社评提醒雷蒙多要准确理解华为预售新机，证明美国的极限打压已经失败了。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拜登真的下惨了吗？华为1000天无晶片可用，新机晶片2个神秘字挖出了惊人内幕。华为新机搭载了是麒麟9000S 的处理器，那么可以看到呢，这个晶片是由中芯国际代工，推测是采用的是7奈米的制程。不过你看这 CPU 上的编号是2035CN， 这个 CN 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尤其能支援5G 网络更令人惊艳。那么这标志着中国5G 晶片生产制造环节已经成功实践在完全本土化，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彭博就说了，华为新旗舰机测试网速超快，根本可以媲美新 iPhone， 所以现在库克也始料未及了。华为上演背刺大戏，任正非就说和平是打出来的。华为呢，这个手机上线官网就说了，双向北斗卫星消息，第2代昆仑玻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官方宣称呢，这无地面网络也能通过畅联应用发送预制的文字，透过呢选择多条位置信息来生成轨迹的地图。哇，它有这么厉害的功能。不过现在电动车之战成为了美中争输赢的地盘了。那么国际经济就说了，拜登砸120亿美元挺电动车，有他就比较容易拿补助。他是谁呢？美国能源部长呢周四宣布，拜登政府将提供120亿美元的补助跟贷款，供给汽车制造商跟供应商的改造工厂，以生产电动车跟其他的先进车辆。女股神说了，特斯拉调降中国电动车价，因为有能力来应对。从去年底以来，特斯拉已经在美中其他市场多次调降价格，并且增加折扣，以减少库存，以应对竞争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过，不惧特斯拉大砍价，电动车一哥比亚迪利润净扬3倍，但蔚来成长的动力竟然可能不在中国。上半年的净利为人民币109.5亿元，大概是15亿的美元，成长了3倍。王传福就说了，比亚迪今年有信心卖300万的车子，而且呢，他还不想打价格战哦。哇，我们先请教一下杨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拜登的有案外包？现在恐怕是他很头痛的问题了。这个其实是帮助中国供应链扩大拉长，变成亚洲供应链，那甚至更拉长到墨西哥，也就是你的有案进案到后来都是中国案，因为他发现到其实所有的这个供应链，不管是中间的商品，还是说更重要的这个投资以及人才哦。其实，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越南几个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跟北京、清华
复旦去相比较的，对不对？还是说可能是跟我们台湾的台大、清华这个交通、成大，所以很清楚。但是华为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捩点。华为的手机突破代表美国科技战的大挫败。你看看到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讨论这个东西的还很少，对，科技媒体非常多，在整个的检验，他们的检验不比大陆的这个博主啊检验的这个少哦。不只是做测试，也把它拆开来看。当然，你不太可能知道它到底是几奈米，不过可以很明确的是说，它是具有5G 的这样子的优化的功能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对华为的这个打压，就代表了对中国科技战的最主要的轴心，因为它就是中国的冠军企业嘛。然后经过这样子3、4年的时间，它这样子一个突破，4波，第一波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2018年的12月1号，孟晚舟，那个时候还不是针对华为，是针对华为，还不是针对所谓的科技战，是因为孟晚舟的企业跟伊朗做生意，所以呢，把它给在加拿大软禁，一直到什么时候？2021年的9月24号，1000多天。然后呢，2019年的5月，他就开始禁华为跟他相关的114家，禁止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出口，除非得到美国的这个同意。到2020的5月的时候呢，他更进一步把技术也给禁掉。到了2020年8月的时候呢，更增加38家的华为相关的企业，总共华为相关的企业加起来152家。各位，这种打压跟这个制裁严不严重？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严重。针对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原来我本来要买这个折叠手机，我是要看华为的。结果呢，被禁了，所以不得不买其他厂牌的那现在华为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得到因此你就会出现到它在这个5G 手机，为什么5G 手机重要？它代表的是一个技术的总和，它也代表的是一个就是整个新经济跟就是相关的 APP 的应用所以华为虽然在其他的领域里面也找到了它的这个蓝海，然后有很高的这个毛利，但是呢，手机它的回来代表是不是华为能突破？中国也能突破，是不是？你对中国的科技战，你反而逼着别人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我不跟你在同一条弯上，对不对？但是我跟去换一条路。那你讲到这个电池也是一样，全世界2种电池，一个是韩国跟西方在做的，另外一个大陆在做的磷酸铁电池。韩国西方在做的叫做 NMC 但是呢，在整个成本上相距很远，所以事实上。你就会看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或全球，因为华为不只是被美国禁，甚至是被全球都禁，对不对？你像看欧洲，然后呢，我们台湾也禁华为，设备从手机到设备，然后呢，日本也是如此。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华为的手机的突破，这一次的 Mate 60 Pro， 不过我们要等它的这个官方的说明会据说它的官方说明会跟那个 iPhone 15一样，要开的9月12号。我觉得真的是有 guts。你选在雷蒙多29号来这个中国的时候，你就开卖，对不对？然后呢，9月12号的时候跟 iPhone 同一天发布，直接面临挑战，那证明你行。哇，那问一下韩冰哥，你是不是觉得华为现在有一种王者归来的气息了呢？当然，华为很不容易啦，因为之前美国对它全面封锁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华为大概已经玩完了，对，大概差不多就要倒了。结果没想到它另辟蹊径，而且就这样子挣扎回来了，而且看起来营收整个状况都还不错。那可是问题是，华为就已经真的重新戴上王冠了吗？其实还未必了。然后讲他发了这一个新的手机，那有人去解析它这个晶片。那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有一些比较懂的人，他们说它大概相当于台积电2017年左右的水准，所以它跟台积电的技术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当然，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有人说它还是用 ASML 的 DUV 去做出来的，那有人有另外的说法，那它怎么做出来不知道。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华为它当然跟中国大陆他们在美国的封锁之下，还是拼命的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其实当然现在还没有看到尽头，也就是要拼命的继续往前走。那要想尽办法突破美国的封锁。我并不能说他现在就已经成功了，他离成功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很显然的就是
并没有像美国所设想的那样一下就把它封死掉。所以我觉得美国大概现在也开始比较头痛。那说真的，这个手机出来我都有点想买，因为它那个卫星功能很吸引人，就是你不用再担心说这个地方没有网路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尤其在一些荒郊野外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可是现在在台湾大概是买不到这种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那至于说这个电动车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觉得特斯拉现在有一些策略其实是对顾客来讲不是很好的，也就是你突然之间又降价，突然之间又降价，而且请注意哦，正常一般的车商是怎么样？我不管是要降价还是加价，我通常是换一个车型，你这样比较有理由嘛。可是特斯拉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更改过任何车型了，然后同样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今天买了，明天你给我说降价。那我是顾客，我当然一肚子火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的销售策略恐怕不是很有利。所以特斯拉如果没有办法再发展出新的车型出来的话，我认为它会越来越难跟比亚迪竞争，因为它的成本本身就比比亚迪高了。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电动车的发展恐怕特斯拉不容易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至于说美国现在砸了120亿美金想要去协助这些电动车厂，老实讲，我认为120亿美金太少，太少了。而其实是完全不利的，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怎么发展起来，它的整个国家去配合去发展起来。那美国如果单只想靠砸120亿美金，我觉得还差得甚远。厉将军，您怎么看这电动车美中在角力呢？我跟你讲，电动车有3个电，第一个是电机，就是它的这个马达这种电机；第二个是电动，对不对？就是所谓电动就是包括它的这种智能的控制。那怎么样来操作这4个轮胎？怎么样来控制？那第3个是电池，其实重点是在电池。就我们知道，开电动车最担心一件事情就是里程焦虑嘛，就是开一半怕没电。对。那中国现在就像刚刚杨教授所讲的，它发展出来新的电池，这个另外还有它的造型也很特殊，叫刀片电池，它可以做到很薄，很薄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车子里面很多空间我都可以储存这种电池。那现在听说他们的电池，中国他们发展电池能力已经可以，第一个就是充的速度很快，就是3分钟我可以充了电就可以跑500公里，那就跟加油差不多了，那不会耽误加油时间。你比如说充电，我们以前都认为说，我去充个电要15分钟、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啊，或甚至1天啊，或什么，它3分钟、5分钟它就可以跑500公里来讲的话，那就可以表示说它可以充电的这种时间上面可以节省你充电时间。第二个就是它的里程数可以，就是3分钟、5分钟充完电以后，它可以跑跑到500公里以上了。那它整个充饱以后可以跑到1000公里。第3个，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是说，电池以往技术上面一直很难克服的，就是在冬天，也就是北方地区啊，比较冰寒地冻的地方，它的效能会衰退。那现在听说这个中共他们研发这个电池已经可以克服这个技术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可以克服寒冷高寒地区的这种充电的效能，不会因为到寒冬的地方或者冷的地方来讲的话，它充电效能会降低。所以在这种几个条件之下，我觉得现在比亚迪讲话很有底气，他说我们不打价格战，不跟你特斯拉一样，就表示什么？他对他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那我们就是说他不需要靠降价来促销。他觉得说这个东西，那另外比亚迪，我觉得他不管从他的开发锂矿，或者是制造电池，或甚至于他到最后运销，他自己做滚装货轮的运销，也都可以降低它的成本。那你成本压低下来之后，跟特斯拉最大的差别就是特斯拉它只能打价格战，对吧？我一直不停的降低。那你如果说没有新的研发技术来讲的话，可能来讲这一块。可能在过几年之后，可能不需要过几年了，可能竞争力就不足了，就在竞争力上面可能就跟比亚迪会有差。那中美关系、美中关系呢，也备受大家关注啊，包括了现在俄罗斯的总理呢，普京，他就说希望很快呢就可以跟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会面哦。那包括了这个俄罗斯的政府幕僚就说了，普京计划10月中的时候呢，在中国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高峰会时，前往中国来做访问。那很快呢就会来做会面。那现在呢，包括了好像拜登也想要跟习近平有点会面的感觉哦。怎么说？包括了拜登喊话，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席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但是呢，现在包括了其他的美国的官员跟幕僚，好像跟拜登不是这样的意见呢。怎么说？他说，即便习近平出席了 G20的峰会，那拜登呢也没有计划在其他的场边来进行
正式的会谈，是不是好像变成拜登有意，但是美国其他官员好像保持一点距离的感觉哦？那现在呢，《华盛顿邮报》的专家呢就批评拜登政府尽管呢频繁接触，但是呢对华的成果，对中国大陆的成果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我们看到布林肯6月的时候，为了见习近平，后来呢空手而归。再来呢，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呢，这个雷蒙多呢，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北京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哦。所以现在变成说，是不是许多人渴望美国跟中国还有其他领导人进行谈判合作，但拜登到底做了些什么？好像不得而知的感觉哦，甚至包括这个雷蒙多到大陆去搭高铁的时候，《纽约邮报》人写的一篇报道，但是后来悄悄删文了，怎么回事？他说8月29号，雷蒙多在北京跟一群官员会晤之后呢，要搭乘高铁抵达上海。他说呢，大陆的高铁呢，从北京到上海只要4个小时，但是美国国家的铁路客运公司，如果你要到这样的距离的话，需要可能花18到24小时，也就是1天的时间才能抵达。但后来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呢，《纽约时报》就心里开始有点纠结，这样写会不会对我们的国家好像不太好？后来就删掉了这篇报道，所以这篇报道现在网络上也找不太到了，所以就变成一个罗生门的一个概念了。那就在雷蒙多访大陆的同时哦，华为呢又推出史上最强的手机，而且搭载的国产晶片哦。那现在大陆网友就说了，是不是等于是用行动来打脸美国呢？甚至呢还在微博上呢，这个18家的陆媒联合发布用华为手机呢拍照，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就像这样子一张一张照片，下面有标示这个机子的部分，然后这个标签呢还登上了热搜榜首哦。那这些浮水印的雷蒙多的照片还吸引了将近3亿人次的点阅，看起来非常的热门哦，好像这样一张一张照片在大陆的网络呢，现在非常的盛传的感觉。另外呢，《环球时报》就分析，他说还专门呢发社评提醒这个雷蒙多要多准备这个精确的理解华为的预售新机。不过，现在外界好奇的是明明是2009年9月起就因为被美国制裁晶片了，那华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跟台积电合作生产麒麟晶片，那为什么现在又可以用一些制裁方式来做呢？看得出来，现在是不是等于是打脸美国制裁的感觉？所以现在可以等于用大陆自己的国产晶片的意思哦。另外再看到包括像7奈米的高端的 DUV 光刻机哦，现在呢也获准对中国出口了。荷兰的艾斯莫尔说呢，年底前会全力交付，这是不是又在打脸美国的这些制裁的感觉呢？另外呢，就有网友说了，中国如果也有这个技术的话，美国才开始限制的话，那是要打上个问号。另外呢，包括了像美国呢对中东禁止转售这个 NVIDIA 的这个 H1000A2000的加速卡，为什么？他说怕转卖给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样子？那 NVIDIA 也发出声明说，上个季度呢，美国政府呢发出通知，说部分的客户和地区购买这样子等相关产品需要额外的授权合约，包括了中东的一些国家。那美国的议员就声称呢，对美国而言呢，金砖的国家呢是具有毁灭性的，所以看起来现在包括了欧洲跟美国好像都蛮恐中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众议员泰勒就说，金砖国家崛起呢，对美国而言是具有毁灭性的，甚至呢造成美元走弱，美国破产。另外呢，在芬兰这位记者叫好像未来要开始担任这个部长的顾问了。结果呢，后来因为这个人事案呢被否决，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女友曾经有中国的国籍，所以呢，这项人事案就被否决下来。可以看出来，现在美中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紧张了。想问一下蔡博士怎么看？谈不上越来越紧张了，因为拜登整天要找习近平见面，怎么会紧张到哪里去了？那习近平好像没有要见他的意思。对，这个都是各有盘算哦。是，你看看普丁为什么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是像7团体20个人不是像那个什么东亚高峰会的这个10几个人它是一大堆世界各国好多的政府要员、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副总理、部长，还有很多大企业老板。他“一带一路”的这个论坛动不动就上千人。普丁嘛，去演讲你不是禁止我吗？我就来这个大场的演讲给你。那个什么 APEC 也不过几只小鸟而已所以这种大场面他一定会来。那中国总不会让他不来嘛。所以等于中国铺垫一个世界级的论坛，让他这个在国际上露脸，是这个对他来讲有国际宣传效果很重要。等于中国就实际上帮他的忙了啦。对。拜登我想美国政府在干什么拜登希望习近平参加G20，对，那传出来习近平不去然后他这个结果美国的官员就说了
哦，他来的话，我们拜登也不会跟他见面，是在上双簧吗？不上双簧，在遮胸部啊，遮胸部贴在脸鼻子上面，莫名其妙。你堂堂个大国有需要这样讲话吗？你不需要嘛，没有意义。你有很多没有意义，你有很多像个大国讲话的样子，你这哪像大国讲话的样子啊？比那个幼稚园孩子在吵架都还不如啊！啊，你要不要来？哎，我不去啊，那我也不要你来，不是这样意思吗？无聊，我是觉得哈，气度太小了。对啊，至于雷蒙多哈，我是觉得所有的中国人应该感谢雷蒙多这一次访华，因为这次访华的时候，就华为就趁机拍卖、公开销售他的手机，对，使得华为不用花任何1分钱找人代言，达到宣传效果，疯传这个效果了哦。所以这个帅将军说。不要钱的代言人效果这么好，如果找金城武啊，哇，那个有1亿人以上看这个新闻的话，那代价会多高啊，对不对啊？是，所以这个应该是谢谢雷蒙多哈，谢谢雷蒙多，因为他高铁背书反差太大了，他是打压华为的重要的核心的决策者，是，然后华为被他打压了3年，真的差一点爬不起来，现在勾践复国，吃了3年的猪胆啊，现在终于把这个5G 的手机推出来了，是，而且性能让人家讶异，是晶片让人家讶异，制程奈米数让人家叹为观止，就表示什么？华为做这个事情准备很久了，绝对不是3年，只是这一系刚好推出来，是推出来以后，如果他是在打广告，搞不好没有什么相信，是，那每一个人拿那个华为新手机去拍那个谁雷蒙多，通通把它铺上网上面去，结果现在。华为这款手机我看很多人买不到了，为什么？已经缺货了。对，因为还没开始拍卖，预售多少？1亿只。哇，预售1亿只。我说华为的广告费都省起来了所以很讽刺的，谢谢雷蒙多也没有错这个大陆我所了解的，它的 DUV 的光刻机进展到10奈米已经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艾斯摩尔就赶快急了，要把7奈米的卖过去了。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台湾在做那个要跟美国买战斗机，美国死都不肯啊。等到中国的战机好像有个样子，他说：“哎呀，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F-16。”是美国人生意是这么做的，每一环他都要捞一笔那这个艾斯摩尔他故意的，他本来说9月1号就开始限制，他说没有，我们现在不限制，你赶快来定，我们延到年底。等到年底，如果中国说我已经做7奈米了，我看他延到明年底去了。这个是爱面子，是这种搞这种游戏才没什么意义。可是美国去禁 NVIDIA 干什么？NVIDIA 美国公司虽然是老板是曾经台湾出生的人，可是他很小的时候去国外啦。对，你禁这个，怕说这些流到这个什么，流到那个中国大陆去。那你要进就进台湾啊，光华商场去买都有啊，你要不要？对不对？光华商场真的有啊，你不信你还有3创生活也有啊，你去买一买，那出海关会不会限制？不会啊，大陆海关会不会限制？不会啊，大家赶快赚就是一组1万多块，到大陆上卖2万多块那个旅行团多带10几套就有了，所以这个你怎么进啊？是，所以我是觉得很无聊。至于美国的众议员水平都很低啊，根本不用理他。那至于那个什么芬兰的女朋友因为有中国国籍以前就也不能当部长的媒体顾问，这很好笑。媒体顾问有什么好谈的？而且芬兰有什么好谈的？那芬兰拍美国马屁啊！这个情形让我想起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是。台湾的女人嫁给日本人到日本不能入户籍真的对，因为她不是日本公民，在日本不能够买房子，什么都不行，变次等的感觉啦。这个本来就次等不像李登辉脸上贴说他以前是日本人，那个是不想讲他了是，所以将军怎么看了？现在雷蒙多访中是不是吃瘪了？他不是吃瘪，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出东西跟人家交换。是。你看他走的时候放那个狠话，我所有以前制裁的东西都不可能，那你来干什么？你来只是我讲的叫拖刀计了，是因为前面已经来了2、3波，没有达到目标嘛。那现在要表示美国有诚意，我还不断的跟你沟通，那没有成果怎么办呢？留2个协商会这个就是慢慢来搞嘛。这就是把这个掩饰说，美国有诚意，我还给你谈。其实。你这个原则摆下来就不可能谈，我跟你讲不可能谈。美国仇中的意志已经高达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是共同的共识。那你今天拜登敢在今年拜习会的时候放松某些制裁，对，你明年还要选吗？这个矛盾因素
根本就让雷蒙多也不敢放出什么东西来。是，既然你都放不出来，大陆说那我跟你谈什么呢？所以你看那个集团体我就不去了，去干嘛？去跟你们谈核废水吗？那韩国、日本、美国联合起来讲啊，干净，我去跟你吵这个架吗？我讨厌的这个莫迪一天到晚的给我鬼扯淡，说他妈中印边界问题就是中印的整个的问题，那明明是中印之间那么多问题里面一小部分嘛，你要拿来做帮腔做事。你看韩国总统也在吃生鱼片，日本也在吃，美国也在吃，加上莫迪这4个货色，习近平想见你干嘛？何况你这个没有什么成果嘛。你拿这个峰会来讲，跟金砖的会来讲，谁有意义呢？因为你拿不出什么政策主张实际的东西，你只是拿来吵架的，对不对？那习近平干嘛要去呢？那金砖峰会已经摆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哈得要死啊。是，你要粮食，俄罗斯有的是；你要石油、天然气，俄罗斯有的是。阿拉伯有的是，你要基础建设，你要投资，中国大陆有的是，然后投资的金额，沙烏地、阿联酋满把的钞票没地方放，那金砖就构成最大的吸引力了嘛。你哪一个开发中国家不希望能够贴上去啊？是，那你G20跟这个G7，你能给人家什么东西啊？条件一大堆，口惠而实不至。而且这个东西形成一个南北对抗，是。习近平讲了一句话：“我是反殖民主义的。”因为什么？很多开发中的国家是被殖民地所侵害的，掠夺殖民地的财产，掠夺殖民地的这个人权，制造的纷乱。是。那今天习近平这个话一讲，南美洲、中东、非洲，我们东南亚多少都尝过殖民地的苦头啊！是。对，所以这个东西，加上日本最近在闹这个排水，对，核废水，又是9月份来了，918，对不对？这个旧恨新仇，一次算清楚，一起算了。你不要一天到晚以为台湾是危险，搞不好这个废水案子，日本还可能先挨一下，是，对不对？是。第二个，你说那个光刻机。我告诉你，我们看军售看了很多年，我们发展成熟的东西快要成熟了，而且进入制造的时候，它马上开放卖给你，因为它是成熟产品，价钱比较低。我们开发 IDF， 设计费、研发费、生产线要花一大笔钱，没错，他就卖给你 F16，让你 IDF 就停产了嘛，我们至少减产一半嘛，他卖光刻机就是要杀，不是好意哦，荷兰这不是什么善意哦，我有现成东西卖给你，便宜的卖给你，你就不要拼命去发展10奈米、7奈米了嘛。这个就又扼杀你的这个东西嘛。所以中国大陆应该咬了牙，你卖我也好，但是我要继续的搞，要不然才能突破你们的卡脖子的行为。是，吴教授怎么看这个习近平不出席 G20是不是洗脸拜登？2大强权强国，他们要谈之前有很多方方面面还先做好。我还是看这雷蒙多哈，雷蒙多这是访法，我概念有点不太一样。我有觉得从前面的布林肯哈，然后叶伦哈，谈布林肯是谈大框架，叶伦谈债务，雷蒙多去他主要谈什么？美气在中国的问题跟进出口，这是他几个重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一次雷蒙多要去之前，他递出了一个橄榄枝，为什么？因为2大强权要谈生意，不可能剑拔弩张，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讲。所以他就把这个实体清单有33个未经核准的实体清单，其中27个是中国的他把它拿掉，让这个感觉谈论的感觉要有点和缓，所以我们看起来他们两方坐下来有在谈一些东西，包括什么？第一个，他们要成立商务部的一个对谈小组，是由副部长，接下来1年要2次对谈，有关要谈什么？谈进出口管制，就是如果美方你接下来要禁止中国的什么进口，或者是要禁止什么出口，同样的中国要禁止什么出口，麻烦两边的副部长先谈一次。那未来这个副部长的级的会议可能是从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王文寿，然后美国可能是他们的商务部副部长 Don Graves， 他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哈，之前在奥巴马时期也做过经贸跟环境的一些事务，他在拜登时期他是帮忙这个雷蒙多当商务部副部长。那未来这个可能由这个2位副部长，就我刚才提到，可能在进出口上面
不要再这么剑拔弩张，不要先有个默契了。对，不要一下你进这个加耕者的出口，美国又进晶片出口，什么都不讲，这样只会让这个敌意升高的冲突螺旋越来越往上。是，这对美中的贸易合作是没有益的哈。但是其实他们在会谈里面，王文涛就提了啊，他其实对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政策，还有歧视性补贴、制裁中国企业，他就提出来了。为什么？他就讲出来，你过去从去年哈。这个美国是讲的晶片法案哈，是里面就是你违规补贴你美国的企业，又成立一个美国基金，好，你要成立一个基金，让什么？让接受你基金的这些企业不能在中国投资，你逼迫这些企业选边站。王文涛说你这个要给我们一点解释，这他就提出来了。那当然又提到说你这个进口这个晶片出口，好，你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你要进这个辉瑞，要进这个高通的晶片？对，好，你要讲出来。那当然美国也讲了，你也是进这个稀有金属啊。加耕者啊，你也制裁我们美光啊，所以他们两边等于在会谈的时候把话都谈出来了，是要讲清楚。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常讲的，如果你要合作，你没有沟通的平台是不可能合作的，因为你彼此会猜忌，你彼此的资讯不对等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合作的。如果他要合作，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讲出来彼此最 concern 的部分是什么啊？当然雷蒙多回答什么，这些啊包括高科技晶片。包括我们禁止晶片出口，是因为国家安全。针对国家安全这个，我们是不容退让的。他要讲清楚嘛。如果我说我跟你退让，我要玩什么？我就是要维持我国家在高阶晶片赢你中国大陆的这个地方嘛。是，所以他说高阶晶片地方我们不会退让，但是其他地方我们慢慢来谈。我觉得这次我们要看这个为什么他们雷蒙多都去哈，感觉啦没有那么剑拔弩张啦，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看。毕竟什么？有人说雷蒙多对中稍微强硬，他比叶伦强硬太多了。问题是，如果他这么强硬，我想这一次我想也没有人要见他了，也不会搭高铁，对不对？也不会搭高铁啦，也不会感觉什么坐下来大家们笑笑的啦，都不可能啦。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他们这次还要主要谈的是恢复两边的什么旅游哦。其实你要去问哦，很多人现在从中国大陆要去美国的，买不到飞机票，为什么？第一个，陆客不能去美国嘛，所以以前要去美国的要转机转。现在要转机转很多趟，没有直飞，很少班机啊。他们希望这赶快恢复两边人民的正常交流，这才是他们要谈的东西。是好，那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日本的核废水，好像官方跟民间的态度又有点不太一样哦。怎么看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安田文雄现在的支持度呢刷下了新低哦，不得民心吗？现在每日新闻呢8月份的民调就说安田文雄的支持度呢只剩下26%，比7月份的下降了2%，而不支持率呢达到了68%，接近快70%哦。那现在呢，这个核废水争议延烧，现在日本的这些官员呢，纷纷要吃什么福岛便当啊，还要 po 到网络上给大家看一下，说我们吃了身体很健康的感觉哦。包括日本的总务大臣啊，还有日本的劳动大臣啊、数位大臣啊，通通每个都一样哦，便当摆在桌上，然后通通给吃便当给大家看，吃的就是福岛便当。可是呢，日本的民众是这样想的，日本民众其实还蛮生气的哦。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的市民团体呢，就处理这个水排放到海里面了，他检举岸田文雄，他就说呢，这个要以这个涉嫌业务过失致死罪为由，向东京地方的这个地检署呢提交了检举书，包括了福岛的农业代表都说，政府说检查过核辐射排到海里没事，但却让我们过得苦不堪言呐。另外，包括了农民运动的全国代表都说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加敷衍。而且呢，撒了一次的谎就要用无数的谎去圆，还包括了日本的这些议员哦，也对于这次的排放核废水呢相当不满，认为说发生核事故的国家却处理不了核污染排海，导致中国强烈抗议，根本就是外交零分，丢人世界之耻。而现在不止日本啊，包括韩国也是一样，看起来官方跟民间态度也是有点落差的哦，因为多数的韩国民众担忧说，核废水排到陆海之后，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呢？而他的尹锡悦的不满程度呢，又跃创新高。我们就看韩国的这个盖洛普民调表示说，尹锡悦的不满程度已经上升到59%，接近60%，已经创下了16周以来的新高哦。而现在韩国民调呢也说了，将近70%的民众是反对核污水排入海的，那72.4%的人是反对将核污水排废海，但78.3%认为南韩政府应该禁止从日本进口所有的海鲜哦，不应该再进口日本的海鲜这样子吃了。那尹锡悦呢，他怎么态度呢？他说什么？他在出席的韩国国立外交活动的时候呢，就说这是个别势力助长反日情绪导致的错误舆论哦。他怎么讲？他直接点名
共产集权的主义势力呢，煽动了反日情绪曲解了这些大卫营打造的这些韩美日合作的机制，甚至呢将大韩民国的国民深陷在危险之中。看起来尹锡悦呢想要操作这个反中情绪，但到底有没有效，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一下。包括现在日本自己的农林相就说，这个说大白话，他就说核污水之后呢，结果这个话在舆论上炸锅，结果呢中国的外交部就说，他只不过说了一些实话，你们为什么要出征他呢？因为我们看了日本的农林水产大臣的野村就说，这个污染水并不是处理水，结果呢他马上被岸田文雄呢用这个谴责的方式，还说你要撤回，而且必须要道歉。现在呢，这个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应该撤回的不是应该是核污水强制排海的错误决定吗？怎么会叫一个说真话的人说要撤回他的言论吗？这是不是很奇怪？而现在看到说，那现在日本的海产到底能不能吃？现在包括了这个日本韩国甚至台湾还有大陆民众都打上个大问号。那现在呢，大陆就开始自己研发说海鲜。包括了像这个内陆的这个新疆就成功开发盐水湖模拟海水技术就是像这样子调整盐水湖中的益生菌和其他微量的营养素可以模拟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海水环境，可以养殖像白虾啦、鲍鱼啊、龙虾等等的海鲜甚至呢，在新疆的这个试验种这个水稻成功之后呢，预计2025年加大规模的种植包括了海水鱼也复制了相关的成功经验那包括了新疆的这个天山的冷水鱼24小时呢，现在就可以直接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面，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呢？因为看出来现在新疆呢被说为是离海最远的地方但是现在能够年产将近3000吨的渔获2023年呢，新疆的鲑鱼已经销售了500多吨，而且出口到哪里？出口到俄罗斯、马来西亚、日本、欧洲等地，甚至价格呢还比挪威的鲑鱼还要便宜1/3而且包括它的鱼的温度呢还可以保持到5度以下，出水24小时呢便可以加工完成还有包装甚至运输的过程通通不是问题，只要24小时每个人餐桌上都可以吃得到。我就请教一下蔡博士，现在中国大陆技术蛮厉害的。这个真的是多亏他们会动到这个脑筋。新疆产海鲜，那个简直是几千年历史上的最新鲜的事情。是它产的地点它叫做尼勒克县，当然台湾可能比较陌生一点但是去年有一首歌很有名，叫《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它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说，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那拉提就是这个养鱼的地方，就是这里那拉提草原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区。因为那个尼勒克县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里面，然后就是在那拉提草原的旁边是。所以大家比较有个概念，那个什么个地方，为什么能够养鱼嘛？蛮厉害的。他觉得，新疆在内陆地区怎么可以这样养鱼？所以是有本事啊！我们恭喜他。其实岸田文雄做这个是个无比愚蠢的决定，是因为什么叫做核污水是因为福岛核电厂因为人为处置不当，使得核电炉的炉底被那个辐射物质溶穿，溶穿以后就跑到了地底里面去。就刚好那个地区又是有一个地下水经过的地方，然后日本人当时在紧急救，坦白讲，日本工程师我很佩服为了紧急救的时候，找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就是去做各种地下墙，去把这个地下水给拦住拦住了以后，就把附近区域里面的有受污染地全部抽起来，放哪里就是一桶一桶，电视上看到一桶一桶那一桶一桶。可是总是有时候会有下大雨还是有渗透那时候要继续抽嘛，继续抽就继续放但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半衰期大概是60年嘛，对，现在才10几年嘛，你岸田文雄有急的需要把它倒到海水里面去吗？你当然了，东京电力公司因为越多桶，它的股价就越低这是可以想象的吧？因为负担越重。那你不是会700亿拿去收买全世界的媒体，你就给东京电力公司嘛？而且你又不是没地方摆，它附近几乎是废城因为所有人都搬走啦。对，你就把那个一桶一桶继续做下去嘛，60年没有问题。岸田文雄你急什么？难道你是收三井那个是背后大股东三井株式会社？你收三井的好处吗？不然你有什么需要不断的去把这个废水倒到海里面呢？是。你说，哎呀，我现在是用什么技术？那你60年以后不技术更成熟，有没有人会怪你因为理论上就是半衰期，基本上就比较没问题了嘛。结果你不是，
你现在急着要到啊，又怕俄罗斯来检查，怕中国来检查，那自己找2个人检查没问题，很简单呐，没问题，你喝看嘛。对啊，那你现在讲吃福岛海鲜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啊？其实他把那个管是接到海底里面去排放的，不是在海面上排放的。作秀嘛。所以，然后那个是黑潮，我们都知道黑潮是几乎是1秒100公尺在流动的。是黑潮的水直接把它冲到哪里？北海道。北海道出口的海鲜里面60%到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要禁你啊。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你就到北海道去吃海鲜嘛？你这福岛吃什么海鲜？你骗福岛便当。对啊，你骗外行的人嘛，你就拿水起来喝嘛。你不处理好了吗？处理水不叫核污水，那个就是核污水。不用解释了。所以我是觉得岸田文雄简直实在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政客。是。那韩国呢？韩国你看这个尹锡悦不满意度也创下新高了。不是啊，尹锡悦是没事干，知道不知道？哎，你就说2声谴责一下日本，要岸田文雄改一改，有什么不可？就会妨碍你大卫营啊。没有那么严重吧？这2个是可以分开处理，就不是他就是什么被日本殖民的韩国人，亲日亲得一塌糊涂，连这种跟我们台湾的蔡英文啊、赖清德没什么两样。当然，他可能等级是属于谢长廷那个等级了啊。韩国是被双重殖民，被日本殖民，现在是被美国。是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讨论 double。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请教一下吴教授，怎么看现在日本跟韩国的民众好像跟官员都不同心呢？这日韩关系现在是无比的好，再加上美国，所以这个福岛核废水我觉得快变成政治口水。为什么？他这一次他排下去其实我觉得尹锡悦应该之前都知道，而且先前在大卫营他们成立这个美日韩是铁杆大三角更早之前他们有个美日韩以资之盾的军事演习那第一次他们三方这样一起合作在军事早就知道了嘛？对，完整的非常合作无间。为什么？过去是美日美韩，它是双边的这个联盟，第一次有这个3边在一起，所以这个福岛核废水我觉得尹锡悦他要面对很多国内的声浪，但他又讲了，不要因为这个福岛核废水破坏了我们这个跟日本的同盟的关系啊，所以现在有一种这个外交转内政他不要弄得很好。问题是，他面对国内这个声浪，让他的支持度不断的下降。是，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是民主国家又要成立同盟，这是有福同享啊，有难要同当啊，一起沉船就是概念，一起沉船啊。所以你觉得现在变2面不是人，他一方面又要维持跟美国人讲的好，我跟你这个民主的承诺，我跟日本人合作，一来又要面对这个国内声量说，那你这个核废水怎么处理？他现在很难去决定。我觉得他必须要很好的政治行销公关了，帮他把这核废水的问题处理好。他可能要一起吃什么生鱼片，或者一起去喝几口水，安抚了韩国国内的老百姓说，哎，我们为了这个反中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认知作战你看，他说为了共产集团的势力煽动反日情绪，核废水这东西变成一个认知作战了，好像变得好像是怎么变跟共产主义有关系的感觉？你看，这就是他用外交转内政，用这个什么认知作战，想要扭转这个感觉。我觉得韩国跟我们台湾又有一点像这个感觉，用认知作战在做这个福岛核废水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对韩国老百姓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啦。是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包括像韩国也在操作，好像这种认知作战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们的有点状况类似？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讨论。这样。欢迎回来，最后请教孙将军，这个日本农林大臣真的说了大实话吗？是啊，这个人家他是业管的嘛，他怎么能讲这个谎话呢？是，那他也没想到讲这个实话的后遗症有这么大，还首相要他道歉。他说你们不爽快是你们的事，我不辞职。这次话什么意思？我还是坚持他是核污染水嘛。是，事实上你今天做这些秀啊，美国是我讲嘛，韩国是被这个双重的这个殖民的啦，被日本殖民过，现在是等于被美国殖民，因为完全掌控在美国来。但是日本跟韩国的民众是不合的，对，所以因为美国要抗中，强力把这个日本的首相、韩国的首领捏在一块，是，但是你下面不见得捏得住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制造抗中
而做出来这一场秀，而这场秀在全世界都看你这种是很无聊而且反科学的。你要证明你不怕，你一人喝一杯我看看吧，或者直接喝就就对了让人家专家进来检查嘛。